科技股的大地震真的来了。1月14日，美股巨头集体遭遇抛售潮，AI 新贵博通、甲骨文单日暴跌超过4%，连最稳的微软也撑不住，股价顿时跌破460美元。但诡异的是，在美股血流成河的时刻，比特币却单周暴涨7%，悄悄站上了97000。这到底是避险资金的撤离，还是新一轮大通胀的提前预警？更有意思的是，Meta 本周大裁员，它的股价却喋喋不休，从开年的660美元一路跌破620。Meta 难道真要重回五字头？继元宇宙的梦碎之后，老扎的 AI 梦还能不能实现？反过来，谷歌却异常强势，成为史上第三家市值突破4万亿的公司。Google 年底有没有冲击400美元的机会？本期节目，查理带你看清这冰火两重天背后的真相。就在周三，美国白宫正式宣布，即日起对部分进口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以及衍生品加征25%的关税，包括英伟达、博通和 AMD 这样极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芯片龙头首当其冲。川普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在技术出口与供应链安全策略方面的调整。更关键的是，路透社报道，中国海关本周通知口岸人员，不允许英伟达最新的 H200人工智能芯片进入中国境内。这一指令来自于政府相关部门，并且已经传达给国内的科技公司，要求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购买这些芯片。H200是 NVIDIA 目前第二强的 AI 数据中心芯片，是 AI 模型训练等关键用途的核心设备之一。虽然黄仁勋刚刚取得了美国政府有条件批准出口中国的许可，但是中国自己的举动反而阻断了实际的进口。此外，美国的金融巨头包括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以及富国银行本周率先公布新的财报。虽然他们的利润还可以，但是他们对于2026年的营收指引给的那是相当的保守，这就吓坏了投资者。连最赚钱的银行都如此谨慎，那领涨美股的估值已经上天的科技股，特别是 AI 科技类股票，就首当其冲惨遭抛售。可以看到，股王英伟达单日大跌2.1%，博通雪崩5%，All in AI 的甲骨文也是闪崩4%以上，市值排名前15的美股巨头集体阵亡，全数下跌。然而，如果我们看标普500指数的走势，会发现其实大盘的情况比头部企业的股票要好得多。可以看到，虽然市场的情绪又从中性滑落到恐惧，但标普500下跌的其实不多，收盘在6890点附近，和去年10月底的高点几乎是同样的位置。这和查理此前的判断一致。美股虽然处于高位横盘的震荡行情，市场对于向上突破7000点创高，还是向下跌破6600点回调，还没有形成共识。多空双方都在进行激烈的博弈，因为它的底层原因是，一方面，美股经过了从2023到2025年长达3年的连续上涨15%的大牛市行情，标普的前瞻 PE 已经突破了23，来到了历史的极高点位，而绝大多数的华尔街机构以及像我们这样的美股散户投资者，都已经重仓买入了美股，现金水位已然不足。但是另一方面，美联储在2026年将更换更加鸽派的新主席，下半年又能再降息，从而刺激金融市场的表现。如果我们现在就提前下车，可能错过最后一波上涨最猛的疯狂泡沫尾声的 party。那么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和对冲，就导致标普纳指只能在现在的高位做波动，而无法真正的大涨或者大跌。这也是 CRI 投资系统仍然建议大家握紧手中的股票仓位，暂时岿然不动的底层逻辑。我们目前最合理的选择是走一步看一步，但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和美股市场的剧烈震荡相反，数字黄金比特币终于在2026年迎来了微型反弹的走势。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过去5天跳涨了7%，已经从9万美元悄然反弹到了97000美元，距离10万美元的大关仅一步之遥。查理在1月4日的节目中就有详细分析，为什么我们认为2026开年第一个反弹的资产不是美股，而是比特币。很多投资者还是觉得比特币不就是一串串 C 加加代码吗？它的价值是虚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每一枚比特币的诞生背后都是实打实的电力消耗和海量的算力投入。
和黄金的开采如出一辙。你需要投入多少的能量，才能换回多少比特币的产出？这种能源本位的特性，让比特币成了数字世界里看得见、摸得着的硬通货。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依然坚定地持有比特币类 ETF IBIT，它是我的第二大持仓，占了总资金的16%以上。我依旧看好 IBIT 在接下来几个月重回前高$70的上方。现在就有会员朋友拿不住，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从低位$84,000反弹了15%，就问查理：我们需不需要止盈离场，落袋为安？查理确实有 IBIT 的 Leap Call 短期看涨期权，行权价为$55，到期日期为2026年10月份。我最近趁着这波反弹平仓了 IBIT 期权交易，3周之内锁定了12%的高利润。然而，对于现货类 ETF IBIT 和 FBTC，它们的波动远没有期权或者像 MSTR 股票那么大。那么，现在的反弹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到中场休息时间，比赛最多才打到了第二节。因此，我的判断也很明确，现在绝对不是卖出比特币 ETF 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逢回撤就买入，坐等比特币的价格重回前高。要知道，同样是明码标价的贵金属，以黄金为代表，黄金的价格在过去半年已经暴涨了接近40%。在美联储独立性受到质疑，美元开始加速贬值的今天，硬资产的价格暴涨才刚刚开始。而魔鬼金属白银则更加夸张，像吃了药一样，SLV 价格6个月翻了2.4倍，相当的惊人。如果仅仅一部分聪明钱从贵金属市场高位止盈，然后流到比特币的加密货币领域，那么 BTC 再创历史新高也绝非不可能。黄金市场哪怕只流出5%到10%的资金，对目前体量的加密货币市场来说，都相当于注入了一股恐怖的巨额活水。这种资金的搬家不是猜测，而是资产配置的必然趋势。当硬资产的接力棒从黄金转向比特币，你准备好发车了吗？好，聊完了蓄势待发的比特币，我们来看看最近又陷入泥淖的通讯巨头 Meta。1月13日，扎克伯格再次挥起了裁员的大棒。Meta 宣布削减 Reality Labs 部门10%的人员，有1500名工程师在开年之际就失去了工作。有网友戏称，Meta 不是在搞 LLM 大语言模型，而是变成了 LLM Large Layoff Machine 大规模的裁员机器。不幸的是，查理有一些朋友就在 Meta 这波裁员风暴中被影响到了。被裁的员工必须在接下来几周之内找到能够接收他们的 Meta 内部组织，否则就只能拿赔偿金离开公司了。然而，现在的美国就业市场已经不能用惨淡来形容了，简直是哀鸿遍野。AI 的大规模普及，包括 Cloud 等 AI 公司的自动写代码的功能应用，让绝大多数的 IT 公司不需要再招那么多程序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丢掉了工作，那再就业的难度比前几年还要大几倍。就算是在硅谷，情况也不容乐观。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老扎把 Facebook 改名为 Meta 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而这家公司的元宇宙梦想也濒临破碎。CNBC 证实，做 VR 虚拟现实的 Reality Labs 部门在大调整之后，Meta 公司将把这方面的资源投入到类似于 Roblox 的游戏平台当中。扎克伯格想效仿 Roblox 的《我的世界》游戏，试图招募 RBLX 的开发人员，为自家的 Horizon Worlds 打造一款全新的移动端手机应用。这本质上就是一场降维打击的反向操作。在折腾了4年的 VR 之后，扎克伯格最后还是发现得回到手机屏幕上跟年轻人抢时间。Meta 这种打不过就加入，加入了再模仿的策略，到底是绝地反击，还是大势已去前的挣扎？欢迎朋友们留下你的观点。当然，虽然元宇宙惨痛收场，但 Meta 也不是全线溃败。它有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就是 Ray-Ban Meta 智能眼镜销量远超预期。公司正在和眼镜制造商制定扩产的计划，要在2026年年底之前将产能翻一倍，直接上架2000万副智能眼镜。总的来说，老扎砍掉了虚无缥缈的元宇宙研发，把省下来的钱和精力堆在了这个已经验证成功的集成了 AI 能力的轻便硬件上，思路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为啥 Meta 股价最近却阴跌不止呢？答案就在于扎克伯格在抛弃了元宇宙之后，立刻就砸1000亿美元巨资要建 Mega 数据中心。
这回渣男要 all in AI，他想赌一把人工智能的大发展。1月12日，扎克伯格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统筹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部门 Meta Compute。老扎放话说，在接下来10年内，他要建设规模达数十吉瓦，甚至未来要冲向数百吉瓦的超级计算中心。这是什么概念？数百吉瓦的耗电量足以支撑一个中型国家。Meta 已经不满足做一个社交平台，它正在试图把自己变成全球最大的 AI 电力与算力中心。为了给这个疯狂的计划找钱拉关系，老扎最近提出了一招狠棋。1月12日，Meta 宣布任命前川普政府的高级顾问、华尔街顶级高管 Dina Powell McCormick 担任公司总裁兼副董事长。这位女士的老公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David McCormick，他在步入政坛之前就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 CEO。那老扎这次任命 Dina 担任 Meta 的总裁，显然也是看中了其丈夫背后的政治资源和她自己在高盛时期积累的筹款能力。然而，虽然 Meta 自身赚钱能力爆表，但是投资者还是非常担心，和 Oracle 甲骨文一样。Meta 背负千亿的外债，是不是会影响到 Meta 股票的净利润？咱不能光盯着诗和远方，不管眼前的柴米油盐，是吧？好，让我们回到 Meta 的基本面，看看现在它的股价算不算便宜。可以看到，当前 Meta 的 PE 只有27.9，是七巨头里面最低的。1年后的前瞻 PE 更是低到23，性价比相当不错。而 Meta 的主营社交软件广告业务能为公司带来税前17%的 EPS 年增长，是标普500平均增速的1.5倍，和微软、谷歌、亚马逊的税前利润增长率差不多。然而，为什么投资者可以给云计算御三家高达33以上的 PE？而却只给 Meta 不到28倍的 PE 估值呢？归根结底还是和 Meta 的巨额资本支出有关系。可以看到，虽然它的税前利润增幅有17%，但扣除费用之后的实际盈利增长率只有11.5%。这其中的差价主要就被用于砸钱建数据中心了。最终，这导致 Meta 的 PEG，也就是 PE 和 EPS 增速的比值高达4.2，而 Amazon、谷歌只有1.1，微软也只有1.8，都要明显低于 Meta 的 PEG。当然，目前分析师还是预计 Meta 在2026年能够实现高达30%的 EPS 高增长，这也是查理依然看好 Meta 股票今年表现的关键原因。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将在2周之后的1月28日收盘，公布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并且发布26年的全年指引。查理认为，Meta 本次财报非常重要，决定了今年上半年 Meta 股价能不能重回700美元的大关。如果扎克伯格能够说服投资者，让大家相信狂砸重金在 AI 投入上，并不会大幅影响到 Meta 的 EPS 增长，并且在不远的未来，AI 能够大幅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那么 Meta 可能直接迎来一波涨幅在15%以上的跳升行情。而反过来，如果老扎只是说我们着眼于未来，现在烧钱很应该，而没有实质性的盈利证明，或者投资者看不到清晰的 AI 变现战略，那么 Meta 股价可能重回五字头，开启漫长的低位震荡走势。截止到1月中旬，查理的 CIA 投资系统对 Meta 股票依然是绿色的看涨信号。现在的市价在620美元附近，虽然已经跌破了633到650的较强支撑，但是下方还有585到609美元的强支撑。查理认为，如果你对抄底 Meta 感兴趣，现在其实还可以再等等，等到1月底财报公布之后，再根据实际的情况，看看要不要逢低买入这家通讯巨头。和 Netflix 有点像，查理还是相当看好 Meta 长期的表现，只是在短期内的波动也是在所难免的。投资朋友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短期局势尚不明朗，但是 Meta 的长线绝对没有问题。当然，华尔街的分析师还是一致看涨 Meta，最高的目标价已经给到了1117美元，最低的也有685，中位目标价为836美元，比市价高出35%，相当的夸张。有高达90%以上的分析师认为，现在可以买入 Meta，剩下9%的分析师给出了持有的评级，没有人认为现在需要卖掉它。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家充满了争议、新闻不断的社交软件之王有什么观点？Meta 能在2026年突破800美元的大关吗？如果说七巨头里最惨的是 Meta，那过去1年最得意的肯定就是它的老对手谷歌。
就在本周，谷歌市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的里程碑，它也是继英伟达、苹果之后，历史上第三家获此殊荣的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5年第三季度，谷歌的营收也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这意味着搜索和广告之王谷歌不光是在赚钱，它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资本市场。谷歌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把 AI 无缝嵌入到每一个角落。当你还在用 Gemini 写邮件、查攻略的时候，它已经通过 Gemini 3完成了对企业级市场的深度收割。1月14日，苹果宣布与谷歌达成战略合作，将 Gemini 模型深度嵌入 Siri。苹果拥有全球最顶级的硬件入口和用户粘性，而谷歌拥有最成熟的 Gemini AI 大模型。这次强强联手意味着全球数十亿 iPhone 用户将一夜之间拥有最强的大脑 Gemini。面对谷歌和苹果的巨头联手，伊隆马斯克终于坐不住了。他在 X 上担心，这是赤裸裸的权力合围。苹果和谷歌正在联手编织一张史无前例的垄断大网。如果任由这种中心化巨兽主宰 AI 的入口，未来的创新将无处容身。然而，这种超级垄断恰恰会为谷歌带来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收入，这也是为何谷歌的股价一举突破330美元的原因。此外，谷歌最近还寄出了足以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神器 Personal Intelligence 个人智能计划。通过将 Gemini 深度接入到你的日历、邮件、照片，甚至是位置信息，它能预判你的需求，在你开口之前就处理好一切，极其恐怖的智能化。如果说和苹果合作赢在广度，那么 Personal Intelligence 就是赢在深度。它让谷歌从一个好用的搜索工具变成了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大脑外挂。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市场对谷歌的估值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因为过去一年谷歌市值已然翻倍，在接下来的2026年，机构分析师还未能跟上它上涨的步伐。虽然高达86%的分析师给出了强烈买入或者买入的评级，但是对于 Google 的目标价，最高的机构给到了432美元，最低的只有273美元，中位343美元，只比现在的市场价336高了2.1%。对于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在2026年应该如何投资谷歌呢？查理认为，在它更新营收展望之前，我们不需要 FOMO 着急买入它的股票，因为根据现有的估算，Google 在今年的 EPS 增速将会放缓，只有不到6%。如果按照20到30倍 PE 来测算，谷歌在2026年的交易范围会出现在225到338美元，而现在它的市价已经跑到了这个交易区间的上限。那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于2025年年底的博通。AVGO 当时也是营收不断的超预期，导致股价大幅跑赢基本面的发展，这就会使得如果你现在就追高买入谷歌或者 AVGO，这2个月反而容易被套。当然，从长期来看，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谷歌的走势，稳中向好没毛病。而且，就算 Google 的股价来到400美元，它的 PE 也差不多才到39左右。在资本疯狂寻找 AI 赢家的今天，这绝对是今年就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毕竟，谷歌目前来看还是 AI 时代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它既有 Gemini 大语言模型，又有 AI 变现的渠道，搜索广告业务，还有 YouTube 视频网站，更有 Waymo 无人车，还能卖 TPU 给 Meta。谷歌简直是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科技巨头。从云端到终端，从虚拟世界到现实街道，谷歌已经构建了一个科技闭环的生态。在2026年这场 AI 决战中，谷歌正在用实力告诉所有人，大象不仅会跳舞，还能飞得比谁都高。好，我们小结一下，在2026年开年，如果对比 Meta 和谷歌的股票，我们会发现，单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低位抄底 Meta，从基本面的角度，确实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因为 Meta 的本益比更低，它的 EPS 增速又显著高于谷歌，潜在下跌的空间也更小。查理也是根据 CI 系统的建议持有 Meta 的股票。然而，在接下来1个月，我们必须等待 Meta 和 Alphabet 的财报和营收展望。看看到底在2026年这2家通讯巨头还能不能保持 EPS 的高增长，以及 AI 资本支出对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有什么影响。关键是华尔街非常擅长追涨杀跌的把戏，我们千万不能简单的认为 Meta 已经跌了25%，它就会绝地反弹；谷歌已经翻倍了，那它一定会下跌回调。
如果扎克伯格不能确保 Meta 在 AI 时代能够跟得上谷歌的步伐，那么两家公司的市值差距还将越拉越大。现在我们散户投资者还很难预测最终的赢家，只有坐稳扶好，期待接下来的 AI 大戏。聊完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月16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截止到1月中旬 ，CI 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剩下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 IBIT 和 FBTC 上。那目前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类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但是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考虑买入的股票，分别是美国银行、微软和亚马逊。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在1月15日减仓了部分 Meta 的股票，把获得的资金逢低抄底了微软，以及小幅加仓买入亚马逊。做这个交易的主要原因是，微软的股价已经跌到$460以下，现在它的投资盈亏比和继续持有 Meta 已经非常接近了。而查理的 Meta 单一仓位很重，现在做一个低位换仓的操作，可以降低重仓 Meta 的风险性。在牺牲一点点进攻性的同时，我们能够大幅提升 CI 投资组合抵御波动的防御能力。交易结束之后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35.8%，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2%，微软占比14.9%，亚马逊占比8.2%，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2%，和英伟达占比5.9%。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动态，可以加入先锋会员，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此外，先锋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姆每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查理斯穆的精英会员还将解锁每周1期的 CI 爆点股票推荐，包含建议的买点、持股比例以及目标价格等信息。此外 ，CI 系统还会给出各大美股指数类 ETF 的买卖信号，包括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科技、金融、能源板块，还有黄金、比特币、以太坊、白银和美债的交易信号。最近，查理还加入了公用事业、房地产、罗素2000小盘股、高股息 ETF、SCHD 等 ETF，甚至还包括了中国、欧洲指数、日本等主要国家的指数类 ETF 走势信号。CI 系统都会根据每周更新的实时数据，为精英分析师们带来最准确的交易方向和建议。当然，我还会和精英会员朋友们分享查理个人的实时期权交易动态。感兴趣的朋友，请到频道主页点选加入，和我们一起投资致富。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这波科技股的下跌有什么看法？AI 热潮在2026年终于要退去了吗？Meta 和谷歌，你更看好哪家通讯巨头的表现？请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我也会为大家带来最及时、最有效的投资策略。祝您操盘稳健，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